来看到啊，现在的中日关系其实还是一团糟。我们就来整理最近呢中日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呢，就是这个南海仲裁案啦。结果现在中国外交部出来骂日本，说呢日本啊，你不是南海的当事国，所以呢你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还有海洋权益说三道四。甚至啊，因为最近有这个八威台风来嘛，所以日本的保安厅巡逻舰呢就跑到这个台湾海峡我们的港口来避台风。那中方就抗议啦，说啊你这个举动呢，是不是有别的居心呢？但是日方的相关人士就出来抗议了，说我们拒绝接受你的说法，因为呢明明就也有其他的船舶在啊，这个其他的船只呢也是一样，因为台风接近而退避到台湾海峡，所以呀，应该是因为我们最近日中关系恶化，所以中方才变得过于敏感了。真的是中方太敏感了吗？我们来看到啊，最近日本呢是启动了什么？战后最大的情报改革，甚至呢，美国啊跟英国呢都来协助建立海外情搜能力这个是《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呢，美国跟英国的情报部门近年是持续的向日本提供制度规划、专业训练以及保密管理等经验，希望协助日本建立更完整的情报运作体系。所以这样子真的是中方太敏感了吗？好，至于呢，我们来看到了。美国就是背后的引武者希望呢大家一起站出来，在第一线抗中的这个美国，但是他们自己要去中国化，其实代价也是很大，而且现在研究报告帮你算出来了。金融时报发现啊，如果美国、欧元区和英国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物还有供应链的依赖的话呢？未来25年啊，需要投入23.6兆美元，平均每年新增的投资大约是9400亿，也就是说呢，美国需要额外投资13.7兆美元，所以这就是去中国化的代价。更何况，现在美国自己的财政状况也不是很好啊，尤其是川普啦，搞这个关税，结果现在得要退款。导致美国6月的预算赤字来到了1200亿美元，关税没收到，反而还赤字了尤其现在美国的公债呢又创下新纪录了哈。美国的国债利息呢，过去5年间利息支出就增加了2倍，如今这项支出都已经比国防支出高出1/4了，而且15年前呢，它是不到国防支出的1/3的耶。所以现在呢，美国的财政烂，那选举又快到了，那川普该怎么办呢？就只好出奇招啦。川普呢1月啊，他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呢要来举行自由250赛车比赛这个呢是要作为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啦。那这个比赛呢，也将在8月22的23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这条1.7英里的赛道呢，会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延伸。那美国国会大厦作为背景之前呢，我们知道川普才把白宫改建成这个 UFC 场嘛，所以现在呢又有新招了希望呢这些比赛能够就是让大家看得很开心，那或许呢就能够转移焦点川普的选情就能够比较稳了但是呢要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是川普的左膀右臂最近呢不小心离世了所以他又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是11号晚间，美国共和党参议院重量级大佬川普最铁的国会盟友格雷厄姆，他突然间突发疾病猝逝。终年71岁。要知道川普很多推不动的法案抬不拢的党内分歧还有摆不平的议员阻力，都是靠他在参议院游走斡旋、牵头落地的。如今他离世了，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川普可能有很多的对外政策就直接停摆了。而且为了要纪念他，那川普也说全国都要来降半旗了。好，眼看局势如此的不利，川普现在呢也卖了个关子。说什么？说16号我要来发表全国演说，但是要说什么呢？他完全没有透露主题，白宫呢也没有回应。他的这个预告呢是在他的这个社群发文说了，我们16号美东时间晚上9点要发表全国演说，感谢诸位的关注。但是能说什么呢？川普说什么似乎都只能够救股市，没有办法救台政，好像也很难救他的选情。我们来请教雷胜峰委员。讲到川普实在是人类有川普大家有欢乐
我只能这样说吧，你怎么办呢？跟我们所了解的美国总统都不一样嘛啊，他可以跟民党成为好朋友了，反正他们都一样啊，不提他了，提南海的事情。这个南海呢，很重要的一个叫南海行为准则。这个南海行为准则呢，签署的已经快到差不多，现在最大的障碍是来自于菲律宾。那南海行为准则呢，现在美国跟日本是想方设法不让它签成，因为一签成之后很简单，南海行为准则一签成，那你抓头没名，抓尾没名，你美国、日本完全没有名字在上面。以后南海什么事情，大家有个规则来。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大陆讲你当什么没起我老大，你没有呼吸，你当什么老大？这里跟你无关。可是更重要的一点，中国大陆还讲了一句话很重。因为这是南海仲裁案怎么10周年了？中国就讲一句话：你们日本要是认为南海仲裁案的结论是有效的话，首先呢，什么冲之鸟，礁啊，那个从来那什么鸟东西有没有？那冲之什么鸟东西的，那你日本就完全没有资格的权利，因为依照那个标准来看，那时候的标准没有资格成为岛。所以日本呢，马上被还大回来。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现在慢慢的依它国际影响力跟它的国家的实力，现在慢慢的要把2次大战的波茨坦宣言，现在慢慢的要给它给落地化、落实化。以前波茨坦宣言虽然是各国签，但谁说了算？美俄说了算，尤其是美国说了算。2次大战以后，美国占领了日本，美霸刚好是这个呢东西的这个冷战开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日本很多呢。美国是采取相当宽松的一个态度啊，那中国当时平常讲也没有什么发言权，可是现在呢，很抱歉，依照波茨坦宣言也罢，依照开罗宣言也罢，日本的国土只有日本本岛四个岛，其他的所有的海岛全部要这大国呢来做认定才算数啊。现在第一个被拿出来的就是谁？现在第二被拿就是琉球，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在烧火了，还有旁边的几个的小岛。日本周围的岛到底是不是你日本的国土上？依照波茨坦宣言要经过认定的，不是你说了算。所以在这些等等的情况下，日本去搞这一件事情呢，但你别忘了，美国之所以能搞事，是美国有那个本事啊。美国人有咧卡针加起来的下药啊，你日本那都没咧卡针，你加的下药，我告诉你，那个肝免会拉坏啊，你自己一定要千万小心。这是一个很事实的问题呢，就摆在那里。第二个呢？就是军舰飞机就有一个特点，曾经在蔡英文的时代里面，也有2架这个美国的军机紧急啊，以加油的原因紧急降落在那么也引起了一些抗议，但是呢，消息就过了。为什么？因为中美双方当时有对峙，但是仍然是有沟通，而不是全面崩坏的时代里。可是呢，我们晓得军舰呢，这个保安厅就是我们的海巡署啊，算是第2海军嘛。这海军基本上就在你的国土防御部分了，真的有台湾危险，你就回到你的港口就对了。你呢进到台湾的港口里面来，不是有其他的船只都可以，军舰行吗？这个可能我们的舰长来回答会更精准一点。军舰行吗？对不对？那有其他国家的军舰要的话就一定要事先讲好的。当然不行。我这把你开进来，你什么东西呀？那日本在讲什么鬼话？这台湾政府没有抗议才是鬼话连篇呢，对吧？对不对？这个武装的军舰就开进你的港口，说我来避难，对吧？世界很多战争不就这样产生的吗？就开玩笑嘛，这真的是开大家的玩笑。再过来呢，这个呢，格雷厄姆啊，这个我要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不是介绍他跟川普有多伟大的贡献，第一个我要讲他的性格。这个人性格这样好啊，他当时是反川普的，最后是挺川普。那再过来呢？这奥巴马的时代任命大法官，在最后1年怎么样？是他把他挡下来的。那你怎么可以在最后1年，这个你要离任的时候来任命大法官？只要有我在，不可能让你过。所以奥巴马就不提名。到了川普的时候，川普要提名，他怎么样子？他硬是把他给提了。人家就问他：啊，你不是跟你过去相反吗？他的回答：我佩服啊。他怎么回答？说换做你也会依照现实这样做的。他也是讲得很直白，对，很直白，很诚实。他的直白在台湾也表现给你看。他什么民党政说他台湾几10次有台没有了，正式记录就3次，但是我印象中只有1次，就是蔡英文接触他的时候，他谈完了就讲，那
我们那个787的波音飞机你要买啊，你不买，这是一种保护费不交，我可不能听你讲话。这个人讲话很直白，真的，这跟川普啊，那倒是有一点像这个有时候想想，这个真小人比伪君子有时候想想也可爱多了。好，但是这个格雷姆的去世呢，会不会对川普的其中选举造成影响呢？我们来请教徐荣庭议员。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对川普来讲影响还蛮大的。那因为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一向都是在国会帮忙做沟通协调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大家也知道，川普现在面临其中选举的这个部分，所以他的这个其实他现在关于他的这个不幸离世都还有蛮多的阴谋论的，因为他其实你看他去见了泽伦斯基以后，然后隔天就出了状况，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我觉得特别是对美国自己的内政上还有外交政策上来讲，我认为这会让很多人会更担心。因为坦白讲，做过民意代表，特别是做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民意代表的人，他其实在背后做沟通协调、运筹帷幄的这样的一部分，能够补足川普的不足。因为川普就是出了名的出乎意料嘛。所以你看，当川普现在在 Truth Social 讲说过几天他要发表演说，连我们都在担心啊。我刚才在跟朋友讲说，川普又要讲话了，是不是应该要先避个嫌，对不对？就是至少就是至少你的，比如说你的资产风险比例你要开始调整嘛，甚至我们要去做一些选择权放空之类的，对，以免他又讲了些什么，然后造成大家的危险。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对我来讲，就是川普整个团队里面比较偏传统外交建制派的，又少了一个人，就他，又能够拉住他的人，又能够影响他的这样的，因为我们最常讲一件事啊，叫做君有道则仕，君无道则隐嘛。那这时候古代其实常常在讲，就是中国古代文学都讲说圣之亲跟圣之任，也就是说，遇到了不是明君的人，你到底要去当官还是不当官？那不当官的人就觉得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当官的人就觉得说我要是不在他身边，灾难会更大。对，那我觉得格雷厄就比较倾向这样的一段。所以你看，现在整个国际局势这么紧张的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川普是一个走很直接路线的人。所以你看，日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刚才在讨论的时候，保安厅其实来台湾这边去做一个相对的台风的避难，某种程度其实就是在外交上打擦边球，这是以前从来不会出现的，因为他要。台风来，他还有时间回去嘛？对，那他是选择南下，他其实就是借着台风去做一个无害通过。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我觉得你可以看到日本有蛮大的一个政策改变的。所以当大家看到高市早苗说要重新检讨这些情报的这些策略的时候，其实日本最近还做了一个更大的改革，就他改变了一个，他希望他要拟一个间谍法。日本是没有间谍法的，那日本因为没有间谍法，所以最近。乌克兰一直在跟日本抗议说，我在俄罗斯的飞弹里面发现你的零件，那日本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情，因为他发现原来俄罗斯透过了其他的这些在任职子公司的人一直在采购东西，然后最后结果最妙的是日本在判这个案子的时候，他判了卖东西的人，但买东西的没事。因为在其他国家，你如果触碰间谍法，你就至少要驱逐了。对，所以其实你看，日本现在因为地缘政治，他也在修改他的法令，所以他现在正在决定他在国际上的参与角度大概要多还是要少。那你从他现在看起来改变这间谍法啦这些部分，他是决定多碰多参与。那还是回过头来，还是我过去讲的，因为日本现在希望就是说，我要维持住一个基本上的抗中联盟，等待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回来。好，不过我们来看到日本的这个防卫舰、巡防舰来到台湾避台风这件事情，是不是个擦边球呢？请教黄舰长。如果基于人道的理由就是说他真的有难，我们去帮助他，这是合理的。可是有时候总难免让你想到说，这个政府会在这里叫做，其实他没有说实话。他从一个开始，好比说我举例，他们现在想要可能在这个太平岛，让这个美国啊、日本啊这个军舰能够提高，军机能够提得高，那你觉得那很远，对不对？这个完毕之后，如果你同意，下一个就可能是澎湖。澎湖再完毕，可能就是好比说苏澳，他有一天这个叫做一艘船走到苏澳外面，说我有人这个受伤，要紧急送医，船上医疗不够，我要紧急靠你的这个苏澳港。你知道这些有时候你认为你可以相信，就是说我们的政府现在民进党政府是真的很诚实的，还是在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这样子逐步的推进呢？我觉得当有人去反对你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反对人道，
是我们反对你这个政府说话是不诚实的。我们觉得你每个东西都是一步一步推，一步一步推，推到那里推不动很大的反弹，你就停在那里啊，我们要维持现状，对方反弹下降又继续往后推。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大家要去想。第二个，我就搞不懂很多的叫做去中国化，像美国说25年啊，有23.6兆，你花那么多钱。我觉得国与国有时候跟我们这个社会是一样。我举个例子，像你在这个社会生存，我是个律师，那我的赚钱是不是很多？我需要我去自己种菜吗？我需要去养猪吗？我需要去自己这个煮饭吗？都不需要嘛，因为我有钱，因为我的特色是让我能够打个官司就赚很多钱的，我是律师嘛。那个农夫他可能要做这些事情。全世界的国与国之间其实也是一种自由经济自然长久形成的一个叫做你我共析的相互互补，你知道吧？你为什么全部都要会呢？你不可能全部都要会嘛，你全部都要会，将来你要付出很多的。这是我的感觉，就是你不应该用政治力量去加入。如果你不去挡这个挡那个，美国会缺稀土吗？不会缺稀土啊，你也不要去卡人家。那都是一个自由的这个商业贸易圈，辉达要卖就卖啊，荷兰的阿斯摩要卖就卖啊，这是他们的一个做生意的自由，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去限制它？你限制的结果，商人很惨，你自己也很惨。所以有一说，如果美中真的联手的话，其实才是让人类进步更快的一个做法。好，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现在的中东局势到底是怎么样？要重回战火了吗？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呢是首度派出了新研发的单向攻击水面无人艇，也就是所谓的自杀式无人艇。3艘的自杀无人艇直接击中了，并且重创了伊朗的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核心港口设施。所以现在看起来呢，战火是真的又重新回来了。当然，伊朗呢，也不是这样子随便就让你打，他们也展开了报复。他们就声称我们的伊朗军队呢，在数小时前呢，也出动了自杀式的无人机，并且呢，对驻科威特的美军通信系统、还有燃料储存设施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还有弹药库来实施打击。所以呢，大家都是互相的在攻击对方。好，那现在川普呢也正式的去告知国会了说呢会在7月7号呢，已经在7月7号恢复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近日美国对伊朗呢也展开了连续第3晚的联合轰炸。川普就说啦，说我下令采取这项军事行动，符合我保护美国人民以及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外交政策利益的责任。好，但是对于这场战争其实美国的民众呢都不太看好的，而且他们认为会一直持续下去。好，来看到呢，有民调就显示啦，有79% 的受访者认为美伊军事行动呢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比例是高于3月底调查时候只有65%。那现在也仅是18% 的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能够在几周内迅速落幕。所以现在看起来打来打去，甚至是长久化呢，大家都是这么看的。但是会真的影响全球的是什么？还是那一条荷姆兹海峡而且呢，现在联合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也表示呢，说有2艘阿联的油轮就在荷姆兹海峡遭到了伊朗的巡弋飞弹击中，而且造成了1名印度籍船员死亡，8人受伤，油轮也起火了，并且呢船体受损了。好，所以荷姆兹海峡呢又危险了。但是更无耻的是什么？是川普，他竟然说他们是守护天使。川普说呢，基于美方承担了维护该水域的和平，因此呢，他要收取20% 的费用。我们会成为这道海峡的守护者，或许呢可以称为守护天使所以我们守护你，你应该要给我们一点钱这个20%其实真的就是美国的小费文化嘛。但是20%等于多少钱呢？我们就来帮你算一下如果说呢，以一个载满原油的油轮、超级油轮来估算呢每艘呢必须支付3000万美元一艘船就要支付台币9亿元呢。伊朗过去临时性征收的过境费每趟航程最高也才200万美元而已，你一口气就要收3000万美元，所以呢，
真的是说川普其实你原本可以用抢的啦，他硬是给你想了一个理由，说是服务费啦哈。那就连伊朗的外长也酸说这也太贵了吧。伊朗的外长就说，我们伊朗呢一直都是荷姆兹海峡的守护者，而且永远都是，还说这20% 太高了，我们的收费比较合理啦哈，所以呢把钱交给我们吧。最后是怎么样？最后应该是两边都要缴哈，所以呢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国际油价又飙涨了，因为一个船就要被扒2次皮啊哈。那现在看到呢，不仅仅是在伊朗，不仅仅是在荷姆兹海峡，就连沙烏地阿拉伯啊，跟这个也门胡塞组织的战火也又开始了吗？这个呢是沙烏地阿拉伯，它空袭了也门的首都纳萨机场，拦截了伊朗客机。那么胡塞武装组织呢也报复他啊，所以就去扣押谁？去扣押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以及机长所以现在看起来啊，不仅仅是这个战火在伊朗重新开始了，在也门呢也是一样，也非常的危险。可以说现在的中东啊，真的是重回混沌了吗？好，我们先来请教李胜峰委员。这样的历史不会重演，但是有时候都很类似啊。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呢，就是在当时南北越要签署和平协议以前，在季辛吉的斡旋下签署以前，美国呢还是发动了一次这一个大的攻击，叫做圣诞节攻势那个的攻势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打赢一场仗，然后在这个协议签署的时候可以取得更多有利的条件，逼使对方让步，结果失败了。韩战要结束的前夕也是一样。美国也是希望能够在战场上能够取得有利的地位那么来进行有利的这个谈判，所以就发生了有名的上纲领战役结果美国也没有得到好处，最后还是乖乖的签名的那个总司令还在签名的那个美军司令还讲过，这是我作为美国军人最大的羞耻，是唯一没有在胜利的情况下签署的停战协定那现在呢，整个的伊朗战争里面会不会也是一样？就是说备忘录要在90天就吧，就要签署完毕的情况下呢，那么必须要怎么办？所以希望都来取得一些有利的条件。那我希望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这个里面呢，应该是打闹闹吵吵一下，但不会形成为不可收拾的全面大战。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见，因为美国有美国的压力，美国的最大压力来自于没有人相信美国在这一场战争美国打赢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没有人认为这一次的备忘录是美国有利的，因为这次备忘录大家怎么看，怎么对伊朗有没有好像打个寂寞一样这不就是开战前的状况而已嘛？但是呢，这对川普来讲就是要下台必须要做的行为。所以我的看法里，他是非停不可，因为9月份有即将要进行的川习会，而全世界现在都已经公认了，那就是第一次这个美伊能够有这么一个 MOU 的签署，中国是扮演蛮重要的角色，总不能两个人要见面了，再给习近平一个脸看吧，这个大概对美国来讲他不希望看到的。第二个呢，期中选举的压力总不能在期中选举的时候，他的这个仗还没有结束，那你说这个时候再搞3个赛车也没有用了，对不对？再搞几个格斗场也没有用了，这个很现实的事情是摆在这里。这也就是我判断说，吵吵闹闹打是会了，但是变成全面的开战应该是不会。可是依照目前美国的情况，去打这一些东西，对美国真的有利吗？至少我现在我的研判看起来，对美国的有利部分我实在看不太出来。至于荷姆斯海峡这个收尾跟这个攻击油轮的问题呢，我简单跟各位讲一下，在有限宽度的荷姆斯海峡，应该可以把它分3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呢，就是伊朗控制的这一边；另外一个呢，就是阿曼控制的也就是说美国现在能够控制的这边；另外就是中间的这一段。中间的这一段呢，大概布满了水泥所以中间是没办法走。因此，对于所有的船只来讲，过去就习惯你走伊朗的这一边的水道是比较方便。但是呢，有某些美国希望能够获得美国保护的呢，就走了这个这一个阿曼的这个隧道。这一个水道一走，假如走成功那它封锁就变成假的了嘛。所以所有走阿曼这一条路的呢，
这个谁就攻击了，这伊朗就攻击了。那伊朗一攻击，美国要展现我是老大嘛，所以也就反击了。但是一攻击一反击，对于所有的油轮商来讲起来，那么你们怎么打？受害的还是我啊，对不对？所以一边就开始开价了，说走我这边比较便宜，200万美金就好了。美国说我保护你3000万美元，这个国际政治有一天会沦为这样的气坛了，我们也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啊。真的。但是它就在我们的眼前发生了。那目前呢，因为靠近伊朗的这一边的这个航道是比较通畅也比较大的，那么伊朗的保障看起来是比较安全的，这就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就摆在这里，给各位看。哎，国际政治有时候搞到这样子，评论起来真不晓得，又严肃又好笑。不仅仅是这个感觉，好像伊朗的保护、伊朗的承诺比较靠谱，而且也比较便宜啦。怎么搞得跟在菜市场喊价一样？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美国也想要收荷姆兹海峡的过路费，真的是莫名其妙。我们来请教许永廷议员。其实我倒不觉得是莫名其妙，因为如果我们用反向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川普现在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你看开战的时候，我们一直有在强调，就是说他没有经过国会的授权，他动用的是战争紧急权力。那这个法案只能让他有60天的战争空间，超过60天之后就要经过国会的同意嘛。可是他跑去签了一个 MOU， 然后现在又进行一次，所以他又有60天了。所以现在看起来，那个 MOU 到底是为了和平，还是为了继续延续军事行动？所有人是打一个问号。那川普现在讲这个收过路费这件事情，其实说老实话，因为太多人在检讨川普在这一场战争里面的花费了。以目前的这个官方的直接成本，大家在做计算，有人估是大概290亿美金。那每天可能被影响的跟可能会这个花费，包括或者是如果像前几天那样子的一个大规模式的这样的一个轰炸，大概一天估计就要20亿了。所以有很多的人预估，就是把民间成本跟整体的间接成本一起算进去，包括油价这一部分算，他认为大概至少要到1兆啊。那如果是1兆美金的话，如果我们刚刚讲，如果是官方的成本，就是完全 cover 军费的话，你有发现川普说他想要收20%。也是有一点点希望能够补足军费的这个道理。那讲起来没道理，可是如果我们用阴谋论来看的话，可能就更有说服力了。就是你想想看，这20%的油费最有可能的动作会是什么？就是转嫁消费者，对不对？所以油价就会再涨20%嘛。对。那油价涨了以后，现有的油价如果涨了20%，是不是又回到什么？又回到美国自己产的页岩油的成本了。所以川普如果真的落实了这个状况的话，其实就告诉大家，中东的油现在比我美国卖的贵，你们来买我们美国的油吧。对。那谁最受益？川普的好朋友们，就是德州的这些页岩油的这开采的这些业者，就川普的最好的朋友们。所以这个其实如果就是说，你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想的话，那或许川普在提这个20%，因为大家要想收过路费这件事，某种程度就已经不合法了。对啊。那为什么是20%？因为小费因为他想要把价格拉到足够跟页岩油这个部分来做一个，他精算过了。我认为是有算过的，否则不会。除非他真的是随便喊，就像你讲说当做小费来给50、15，对，所以如果我们用20%有可能造成的影响来看，我唯一看到就是，他跟页岩油的成本差不多了，是不是他想要图利他的好朋友们？但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这些在国际法上都是说不通的，对，因为美国在这个地方是完全没有理由收费的啦，所以这个川普的这所作所为，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来看待，很危险。好，我们休息一下，对不对？好。美国会收荷姆兹海峡的过路费吗？请教舰长。我直接以我对这个东西了解，我现在跟你讲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你知道？不是说川普想不想，他想，但是他没能力。美国都没能力，美国当然没有能力。你们看到荷姆斯海峡那个3面环架，伊朗3面陆地把它包在这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它的宽度大概25公里、30公里、35公里，大概这么一点点，所有武器都够得到。它抵加伊朗哦，还有潜舰，还有重巡鱼雷。我这样子说一个，今天你是商船船长，伊朗说让你通过，你敢不敢通过？我跟你讲，你敢通过哦。好，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来看到啊，我们整天呢要来护台海，结果是不是让我们的国军太累了呢？联合战备操演，这个联合防御操演啊，才第1天，为期要5天4夜的，结果在13号刚开始执行，预计到17号为止，第1天就在桃园的青埔发生了追撞，真的是有3台车都撞成一团了哦。但是来看到这件事情啊，陆军的第6军团指挥部也说明了。说呢，这是辖属269旅2辆中型战术轮车下午执行任务期间呢，行经台31号道时发生了擦撞事故，后续也通报宪兵队来厘清肇责，并且依照军车保险的相关规定来办理后续事宜。好的，小意外频传啦，但是我们来看到美军呢，现在呢也是一样积极的在这个亚太的部分来部署。尤其呢，这个美国的陆战队第3侦察营哦，近日呢也在冲绳的那霸军港首度操作了新型的多任务侦察艇。他们演练了哪些呢？演练了岛屿机动啊、近岸侦察，还有长距离的海上部署。美军文的网站也说了，说这项训练呢，就是要提升美军小部队在第1岛链，包括临近台湾海域的情搜以及侦察能力，甚至现在的美国议会还研拟哦，要推动哦，在2027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呢，要来为陆战队测试通过原子系统公司开发的靶心巡弋飞弹来提供资金哦。这个靶心巡弋飞弹呢，是用来怎么样？要来反制解放军在潜在冲突中可能构成的海上威胁。因为这枚飞弹它的打击范围是可以达到300公里外的陆上还有海上目标的武器哦。这个该型飞弹呢，强调多元发射平台部署，除了能够由舰载 FA-18大黄蜂在内的战斗机挂弹发射之外呢，货柜化部署也是它的特色。每个货柜呢是可以容纳4枚导弹的。好，看似美军在亚太部署的很稳当，但是其实在后勤的部分，竟然是自家也发生火灾了。这就在哪里？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哦，这个消防部门就发文表示说啊，这个美国海军的补给舰突然发生了火灾哦，就发生在这个某一个街区啊，一艘美国海军的补给舰上面哦，甚至船上的2艘救生艇呢都被火焰给吞噬了，这个浓烟呐，数英里外都能够看到。那我们反观来看到解放军有没有这些问题呢？好像没有而且现在啊，福建舰也首次展示了歼15携带4枚反舰飞弹起飞哦，这个是福建舰首次曝光弹射西挂4枚反舰飞弹的歼15T 舰载战机起飞的画面，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解放军海军多年来受限于滑跃起飞的载重问题啊，因为这个电磁弹射系统获得了明显的改善。不止如此啊，他们甚至啊还在新疆哦去打造了一个美军驱逐舰1:1的模型。哦，有了这个1:1等比例的模型呢，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提高这个中方啊在高音速飞弹的瞄准能力哦，也凸显了北京呢正在持续为潜在的冲突，尤其是台海战事来进行周密的准备。好，任何的模型都已经给你传本本了，这样子演练方面就不会失真了。哦，那刚刚说到的这个电磁弹射啊，真的是非常厉害，甚至呢，他们还决定啊要把这个电磁弹射微型化上车哦，让商船啊随时可以变身，就变成这个无人机航母。好，来看到这个车载电磁弹射呢，它具备了压倒性的技术优势。因为车载电子弹射系统的最大优势，除了它隐蔽性之外呢，就是可以机动部署，不受地形限制。哦，各类集装箱模组的最终产能啊，是希望每年有2000套左右。哦，这也就意味着呢，中国的工业体系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制造出成千上千套的这样的系统哦。哦，每一辆船呢，都能够依照车载
载电磁弹射释放作战半径达1500公里的无人机的时候，这等于什么？等于整片海域都会变得彻底透明，任何企图入侵的敌方舰队几乎是无法生存的。也就是说呢，美日舰通通被看光光了。那你知道怎么打呢？好，那至于台湾我们演训的时候也是一样，意外频传。那我们在这个台海的战事之中，难道我们是当谁的炮灰了吗？我们来请教李胜峰委员。首先，我们心里一定要明白，不要陷入到自我安慰跟自我欺骗的环境里。我们呢也祝福我们的国军在演习都能够顺利安全。毕竟无论谁受伤，都是我们自己的子弟。只不过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一些演习真的能保卫台湾吗？这些演习真的能够真正的保住你的战略计划所达到的目标吗？比如说，所谓的要把台湾建设成一个刺猬岛，然后让共军呢不敢有手段等等，这些做法能做到吗？就以这一个今天出意外的这个269舰这个合成里来看，它就有 M1 的这个坦克车，那我就一直不晓得 M1 坦克车在台湾要干嘛，因为你不能到大陆去打。那你只能在台湾打，那在台湾打就是说，共军已经登陆了。那共军都没有制海权，没有出空军，这个应该我们的军事专家很清楚。我们的 M1 不知道是不是靶车，我就搞不清楚了。还去打谁啊？那个炮弹打出去是打谁？这等点哦。所以要做什么，大家好好想。第二个呢，就是我今天可以大胆讲，我就看透美国什么时候敢去攻打中国的人工岛礁，我现在就吃定你，看你什么时候敢，看你什么时候敢，看你会不会啊？我告诉你不会啦。美国今天在第一岛链的这一些小小的军事演练，就是咱岛南讲放屁安高兴嘛，就安慰这些盟邦说，我还在，我还在，你们不要紧张，我还在，我还在，只是这样，没有任何战略性的意义啊。没有任何战略性，这都只是一个战术性的谁驻谁防的工作。那么紧接着刚刚主持人介绍了很多的军武的部分呢，我们总括的来说，第一个呢，就是无人呢在远程打击、无人载具的射击跟对无人载具的防范。今天说中国大陆第二大概没有人敢说它是第一那这个时候，美国在整个的军工是很能力很强。但是军工的背后就是两个条件嘛，一个是钱，一个是制造力嘛。那钱呢？现在我看美国也不见得比中国大陆强到哪里去，因为是什么原因？因为很简单嘛，都弄到这个消费比例的时候，这个购买力条件一比的时候，你的1元，这个1块美元跟我的1块美元制造出来的水准是不一样的嘛，购买力双方相差太大了。第二个呢，生产力。那更是麻烦了。全中国大陆完整的产业链，使得它要生产什么、制造什么，几乎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而且呢，美国大概是想干什么，除了造飞机跟造飞弹以外，大概都有困难。尤其当你的稀土又被中国某种程度管制的时候，连这两个部分要随心所欲都有所困难。两场战争已经把美国打得差不多了。那同时呢，新的武器的发展，我可以这样讲，只要在理论上可以存在的武器，中国大陆一项一项都生产出来给你看了。这些都不是中国大陆首创发明的，首创发明都是美国的军事理论跟所有的成果。这个东西，它是把它完成，叫0到1，你完成了之后1到100中国大陆彻底的做得比你还强。这就是今天的现实，我们今天通通必须要面对的。至于呢，今天在这个哪里呢？在沙漠地带呢，成立了模拟的模型这个演习，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已经很久以前就一直存在，在这个戈壁沙漠里面呢，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模拟模型的演习已经相当久的时间。那我也去请教过人家了，这个可能我们舰长会说起来会更精准一点了。他的目的呢，就是在弹轴点。一艘船里面呢，哪一个弹轴点是最容易弹轴，而且最弹轴了之后最容易发挥效果？
我们一般是模拟嘛，但是当我有一个模型舰的时候，我飞机要怎么飞，怎么俯冲，或者我的飞弹要怎么射，我要怎么设计，能够打到你这一艘船的什么地方，我用最少的攻击可以达到最大的效果。这个就是模拟舰的重点了。那我们一般做靶舰是演习给你看的，打完了就没有了。那这种呢，这个模拟模具的一个演习啊，却不一样，它可以让它整个的发挥进行了很大的多元性的一个处理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美国是在这个部分里面想力争上游，在第一岛链里面给予这些盟邦的安慰剂啊。而中国大陆却用扎扎实实的实力跟演练呢，我要建造一个拒止美国可以来干预的环境。只有这一点，中国大陆已经达到的是战略性的主义了，已经不是只有战术性，是战略性的主义。这个呢部分呢，应该是我们在台湾思考我们自己安全的时候，必须要彻彻底底、明明白白的自我认知啊，我们才不会走错路啊。所以现在美国对于盟友的这个帮助啊，似乎是只有做做样子，说我还在啊。但是中国大陆呢，真的是军事实力是越来越强了。我们来请教许宏庭议员。我觉得现在的这些文攻武吓哦，不管是从新疆沙漠里面出现的这些美军的驱逐舰模型啦，跟互相彼此之间在强调飞弹能力，你可以看到，就是在现存的现在这个时代的战场上，那中共跟美国现在各自在演练彼此之间的反介入跟区域拒止。那中国大陆的反介入跟区域拒止，主要的这个武器就是弹道飞弹。所以其实包括美国很多海军的这个防卫学院里面，他们写了很多书哦，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弹道飞弹的数量实在太多了，所以导致在这个1500公里之内的这个部分其实都很危险。那美国现在是反向，他要在岛链上，他希望透过日本的模式，像还有菲律宾的部分，他希望也能够建立起一个反介入区域拒止的一个模式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冲绳跟与那国岛的几个小岛上面，他希望能够射反舰式的飞弹。那在菲律宾之前，不是大家就一直在吵，不管是巴丹岛也好，然后提风飞弹到底要不要放这件事情，其实就变成了双方之间很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你可以反映出来，就是说，虽然中美在外交的场合上面，川普的叙事、习近平的叙事，双方都是和缓的。可是军事上来讲，彼此之间还是处在一个非常不信任的感觉里面，所以他的演练越来越多。那这个部分当然也跟日本最近的动作有关，然后包括南海再一次的把这个南海仲裁拿出来炒，都会有相对应的关系。那美国过去所讲的，就是他要在国际法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里面去维持国际叙事跟国际秩序这件事情。不管怎么样，大概在俄乌之后，在委内瑞拉绑架之后，在美伊战这个冲突之后，大概大家都认为说不太可能了，所以就走向了川普的这个外交政策里面，就是全部以实力为主。那中国大陆现在在走的一个特色就是，好，我希望能够服从国际秩序，可是我也告诉你，我还有我的实力，所以彼此之间在穷兵黩武。你看，不管是其实美军陆战队的侦察艇经过台湾演训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他在透露出一些潜意识的消息，他在告诉你就是说，因为新侦察艇，我虽然不是军事专业，但这种侦察艇通常都是特种部队在进行陆上作战跟渗透的时候在使用，所以他其实潜意识是告诉你什么？是台湾有美军在一起做训练，特别是演习的时候。那中国大陆这边，他也去做他的这个飞弹型的演练，在新疆设这些部分，就告诉你，就是说你的舰艇来就会像现在这个样子。那我们也做了演练，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军车会撞车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穷兵黩武，我们就要演出一个好一点的样子看嘛。那说老实话，这个军车会撞成这个样子，我真的觉得这表示那个专注力是有问题的，而且它上面要是在它上面要是在很重要的东西呢，还做这样子的一个相撞，我觉得国军必须也要去检讨，就是说这个车祸的这个状况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因为说老实话，在一般我们在道路上要看到3台卡车追撞，也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结果演习理论上应该要很重视才对，结果
第一天就出这个状况，我真的搞不懂到底为什么。对那演习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你要来，我们就会用这种态度来对你。结果我们现在用的是就相撞，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落差了。好，真的是有一点落差啦。接下来我们来请教黄镇辉舰长。首先，请导播你特别 cue 一下那个在新疆沙漠的那个 Early Birds， 那个驱逐舰，特别放大一点的，你只要造那个船。以前在这些地方有做过这些船的模型，但是就是一个模型哦，就是不是做的这么的像。如果你要把它打靶哦，那个很简单，就做一个那个样子。你如果说要识别，现在飞行员哪要这个识别啊？你坐在那个房间里面，那个3D 那个形象多高多低，你都可以做。这个东西哦，做的这么之像哦，我的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它在改变它的最终的搜索的寻标头的方法。以前是一个是雷达波，对不对？那雷达波你很容易反制它哦，这是最终的时候，就是我可以一个 ECM 反电站的系统。第二个是红外线，红外线你来我也可以打那种干扰弹，啪打的到处干扰弹。但是有一个东西你知道，它是没有办法反制的，视觉。就是当我眼睛可以看到的时候，我说的眼睛不是我们人的眼睛看到，而是因为现在的镜头太方便。你看一个手机镜头多么的好，它装在上面，然后这个手机能够用 AI 去识别，那我第一个我就知道了，这个目标是谁，是不是你就很难反制？而且你怎么去装？所以你在旁边突然啪出现一个照片跟他一样，否则你骗不了人的。他完全没有办法反制，而且除此以外啊，他可以选择。我要打航母，我就不打这个驱逐舰。还有第三个，你知道每一艘船的战舰呢，它在不同的方位啊，防御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这种船呢，它当然能识别的时候，它可以选择一个它最佳的方位。好比说，从船头进入，通常都是最脆弱，就是船在船头最保护最好。你对着它过去，它叭打你。可是船某一个角度哦，你是几乎是死角。他会去研究这些东西，我觉得他在做的就是这个。最终寻标弹头的验证研发的过程，否则他绝不会做这么的真。第二个，我特别要为国军讲一下。当然了，这个其实我跟你讲，以前我在军中，谁批评国军，我就会立刻站起来讲反驳一下。但是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有很多以前的国军在批评国军？为什么？如果你现在在看这一段的现在的服役的话，你记住哦，其实大部分人骂不是骂你，他是骂民进党。因为对民进党的这种作风是不满意的。当然，所有的演训哪有说什么都安全的？那只是撞车呢。那很多演训根本就是死人的。那我希望你想说民间不批一评不容易，那你就好好做好。但是我希望军中的长官记住一件事情，像这种事情哦，真的要去好好检讨一下，去调查一下，真的有人该处分的说处分，千万不要因为民间这样子骂他，你就去这样子。处分他，你如果这个样做事，以后国军所有就是一招，我们天天趴窝里，我哪也不要去。我们不要训练，是不是？不训练就永远不出错。那我为什么要去训练？训练还要花油、花钱、花这个时间，还有我还去设计。军中的长官千万不能够因为这个东西，你去重处分你的这个部属。希望能够反而要多多照顾他们，多关心他们。好，我们国军真的是辛苦了。